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大概是2個禮拜前嘛，就跟大家也看過一次的一隻英雄啊。那當時我就說這隻英雄是一隻 Double or Nothing 的英雄。對，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那就是我們看這隻英雄就是田宇智啊。對，那上次看田宇智這個時間其實不多。就因為有一半的影片的時長都是說了其他東西，那這次就來跟大家補看一下另一個田宇智的這一場比賽吧。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田宇智是一個 Double or Nothing 的英雄。那為什麼是 Double or Nothing？ 那其實是因為他如果抓到人的話，他就能給對面一個非常致命的打擊或者是 combo。那但是如果抓不到的話，基本上他是完全的做不到任何的輸出手段的。对，那就是我所說的 Double or Nothing 的英雄。那其實除了這個 Double or Nothing 之外，我還有什麼那個評價給這隻田宇智啊？那其實就是這個玻璃大炮，就是我現在這個影片標題所說的那個東西啊。為什麼是玻璃大炮？那些就是如果大家記得玻璃大炮的那個性質，就是那個原理什麼，就是它可以做出很大輸出，那但是它非常之容易壞掉。那其實田宇智就是一隻這樣的英雄，因為他抓到的話，他可以給出一個非常強烈的大炮輸出，但是他如果被對面所抓到的話，基本上他是等於死了沒兩樣，因為田宇智是一隻非常之吃能量的英雄。對，那而且他那個英雄的能量也是不容易存起來的。那據我所知他起碼還要等個幾秒才會存到1能量吧。那基本上你沒能量就打不到輸出。那如果你被對面抓到的話，你就要把這個英雄保持住，就不能換英雄。那所以的話，為什麼是玻璃大炮？就是你的這些英雄不能換，那就吃對面的那個非常之強烈的輸出，而不能換這個防禦英雄，所以是玻璃大炮，就是這個原因了。對，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玻璃大炮打了這一場比賽啊。OK， 這裡的話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我們打這個田宇智那我們的反裝盡量就用來阻擋了他的那個抓人的手段。那他的抓人手段是什麼？那其實就是他把人打倒地之後，用個能量把這個棒飛過來把你抓住，就是那個他的抓人手段，就是可以打地板像這個一樣。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唯一做法就是用妖術士頭盔來直接阻擋到他的那個進攻OK， 這邊的話直接用反就撞過去。OK， 那這邊小一點，因為他好像還沒開裝備，所以的話我們的盡量就拉開距離，然後給他一些比較遠一點的輸出OK， 這邊的話可惜。那因為這裡的話，我前期被他抓了太多次了，所以呢，我是在技能階段前我的血量就被他壓得非常之低，所以導致第2回合被他完全的壓制住這個所謂的玻璃大炮的威力所在。OK， 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下回合也是一開始我們盡量要計算着他有沒有能量，如果有的話，那我們就小心點，別讓他打到；如果沒有的話，盡量用盡你所有的攻勢來進攻，因為他基本上是不會換英雄，也是剛才所說，為了保持着那個能量的。保持這個能量所在就是不要讓那個能量輕易的消失。對，那這邊可惜那我們就別怕，其實他應該是還沒能量的。哎呦，這邊的話他直接被我 SD 嚇到，直接跳了下去。那可以雖然 SD 打不到，但是他還是掉了下去那個掉落區，那不錯。那這邊的我們的盔甲就差一點，那我們這邊別怕，因為他剛才換英雄，他沒有能量的。那我們現在就盡量用那個盔甲來抓他，那就逼他換英雄，不然的話他那個能量應該是存好了。OK， 這邊他應該是還不會換英雄先，因為也是這個就是能量英雄那個大的缺點了，就是有時候就要判斷要不要換那個英雄來保持着那個能量。如果一換的話，你的能量就會消失；如果不換的話，你就要吃個非常大的輸出。OK， 這邊拿下剛才第3回合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剛才他應該是換錯一種，或者是他那個判斷失誤了，因為他剛才換了莉莉頭，但是他吃了我那個大地法師那個屬性第一爆法，所以他是開不了的，所以讓我拿下剛才那回合。OK， 這邊前期先抓他一次，然後直接把他打半條血。你可以看到他是沒有換那個第3英雄，因為
也是那句，他為了保持着那個能量啊，所以的話，他直接硬吃我的那個傷害，所以的話，這個就是依賴能量的英雄這個大的缺點了。所以呢，我超雄其實雖然是一隻能量英雄，但是它其實對於能量依賴性不是特別的高。這個也是我為什麼會選擇超雄當做主要英雄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可以很靈活做出不同的那個 playstyle。對 ，OK， 這邊的話 SD 好了，那我們直接再抓它一次，然後直接開 SD 或者是衣服也行。哎呦，這邊我選擇拉開距離啊，可能是我想打穩定一點吧，因為這邊的話血量它是比我少很多，那這邊呢我就打得穩定一點。OK， 這邊開 SD， 然後把它。那這邊的話呢，破技能頭的話，我們就 SD 就失效了，他就用了頭盔換我們 SD， 那不錯。那這邊的血量就明顯是大優勢啊，所以的話，他基本上這局應該是拉不回來了。